高雄市前金区午后，这里是高雄的象征爱河，仅仅一条河以外，是日治时期高雄市的政经中心。即使到了今天，这里也仍然是高雄市的精华地区哦。而就在这样一座静谧却临近市区的地段呢，其实坐落着一座棒球场。今天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刺激的青棒赛事。这是第12届立德杯全国青棒赛的一部分。与比赛名称相呼应的呢，就是赛事最主要的球场——高雄市立德棒球场。现在的立德球场啊，除了立德杯外，还是木棒联赛等3级棒球赛事的举办地。虽然立德球场只能容纳2700人，但每在比赛之时呢，都能看到不少球迷涌入现场为球员加油，叫声之热烈啊，就连一旁的爱河畔都能清楚地听见哦。坐落河畔，容纳人数稀少，临近市区，从这些条件听起来，你可能很难将立德球场跟一座职棒等级的球场画上等号。但回首立德球场的发展历程，这里其实曾经是中职最主要的比赛场地之一，也是王建民发迹的地方。近年来，随着台钢雄鹰进驻澄清湖，对于立德球场的重建再造也成为讨论的话题。这座球场有什么特别之处？一路走来又历经了哪些故事呢？立德球场原名高雄市立棒球场，虽然早在日治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人从事棒球运动，不过和我们之前介绍的圆山球场、水源地棒球场以及嘉义球场不同，日治时期的立德棒球场简陋得多。与其说它是一个球场，不如说它仅仅只是一块空地，而正式的记录也相对是稀少的。从空拍图看来，也很难辨识这里究竟是球场还是只是一般空地。唯一的线索可能是台湾日日新报在1940年曾报道过的高雄野球场开幕相关的内容，里面提到球场建于高雄市厅舍前，高雄市厅舍就是如今的高雄市立博物馆，与球场隔着爱河相望。从位置看来，这的确很可能就是立德球场最早的记录哦。无论如何，高雄市立棒球场在日治时期的重要性都不如老前辈们。但在随着战后高雄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座球场的重要性也日渐提升。在1956年的航照图上，球场的轮廓终于是清晰了。这也反映了当时高雄市立棒球场作为主席杯全省棒球比赛的举办场地，渐渐迎来了辉煌的时刻。到了1960年代晚期，政府终于规划改建棒球场，最终在1970年代正式完工。而在1974年，为了纪念来自高雄在国际发光发热的立德少棒而更名立德棒球场。立德球场整建过后，就成为台湾南部相当重要的球场举办原有的主席杯、国际邀请赛、垒球国际赛等赛事，立德都曾经举办过。而到了职棒开打的1990年，立德作为当时相对完整的球场，自然也受到了职棒的青睐。1990年3月29日，中职史上的第11场比赛就是于立德举行，由兄弟象出战三商虎，吸引1万名球迷入场。来自高雄的名捕洪一中，该场比赛便担任先发捕手，最终三商虎以7-1打败了兄弟象。当然，立德球场的风光还不仅于此除了职棒前9年，它都是中职的主战球场之一，也承办过3次的明星赛。在那个明星赛北中南各举办1次的年代，俨然就是十足的南部代表。地理位置极佳的立德棒球场，每到比赛时总是挤进大量的球迷，将一旁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以球迷的角度来说，立德球场的位置非常好，它临近爱河，又靠近高雄市早期的行政中心盐埕区。即使后来高雄市区的发展逐渐往东移，立德球场仍然位于一个商业繁荣的地带。在地居民晚上下班下课后，骑着脚踏车、摩托车到附近，再惬意地走进球场，是最幸福的事情了。这或许也就是立德球场受欢迎的原因，与在地生活紧密结合，又是许多人从小打球的场地，使得立德球场在1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维持着不错的进场率。
甚至在21世纪之初，联盟逐渐从假球案复苏的时期，他还拿过3次的年度票房冠军哦。不过，立德的优势却逐渐成为劣势。随着职棒的发展，棒球场的意义逐渐转变，从单纯的让人买票进场，到创造最大的商业价值，开始成为职棒球团的目标。因此，各队无不希望能够在球场周边增加各式吸引目光的设施。立德球场虽然地理位置不错，但临近市区也让它在升级的幅度上不如其他更新、腹地更大的球场，这些都让立德球场快速地脱离一军主战场的战线。在认养制、主场制都还不明确的年代，球赛的安排往往交由市场机制决定。1990年代末，新庄、嘉义市陆续有了崭新的球场，就连高雄地区也迎来了澄清湖棒球场的建立。立德球场虽然位置极佳，但过于狭窄的周边空间也限缩了它的发展。1999年以后，无论在台湾大联盟或是中职，立德球场的场次都大幅减少。在2005年最后一场的一军例行赛后，就基本上没有再举办过一军赛事了。2009年为了承办世运会，球场本身做了大幅度的整建，外野变更为开放式草地的样貌，也大大减少了容纳人数。一座只能做内野，就算满场也不到3000人的球场，似乎是远远无法达到职棒的水准。观看现在的球场环境，或许你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万人满场的职棒球场，但若仔细收集立德这座充满故事的球场，依旧不会让你失望哦。1995年，金臂人黄平洋在赛季的第1场比赛，就因为手臂不适，径自走下投手丘，之后更赴美成为台湾首位动 TJ 手术的选手，而这个事发地点就在立德球场。传奇投手王建民当初也是在成棒春季联赛缴出优异成绩，而被在场的洋基球探挖掘旅美的，地点同样是在立德棒球场。还有，立德陪伴职棒走过10多年岁月，更是高雄在地居民的重要回忆。立德作为高雄市区较具规模的球场，在地理位置上又有方便性，对于学生或业余成棒比赛而言可以说是一大福音。就例如高雄市棒协主办的协会杯，或是南区高中棒球联赛，虽然都是非科班的赛事但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却是更加的容易亲近。当然，在立德球场观赏职棒比赛，仍然是在地居民的一大乐事。从我们搜集到的球迷回忆中可以看到早期的球迷会先到球场外的阿英排骨饭，买上一碗香喷喷的排骨便当，再翻过立德球场特有的低矮围墙，到球场内看球。球赛结束后，再到球场旁的百乐冰淇淋吃上一碗甜滋滋透心凉的圣代，在那个年代都是让人难忘的美好回忆。而说到职棒比赛刚刚提到立德球场是黄平洋受伤前最后一次出赛，他在球迷的惊愕中离开投手丘的场地。事实上，黄平洋在1996年复出后，也曾经在立德投过一场球，而这甚至也是他生涯在中华职棒的最后一场比赛。随后他便转投了台湾大联盟。之后的岁月里，立德的一军比赛虽然减少，但二军赛事以及职棒热身赛从来没有少过。许多国家队成员或职棒明星生涯早期都在立德球场出赛过，像是陈杰宪苏志杰、林志平以及黄子鹏等人都在立德留下了身影。他们和球迷的互动，相信也成为了永生难忘的回忆。立德的故事不只发生在球场内走出场外，也想带你认识立德球场的周边。好，那从立德棒球场沿着爱河一路往下走，大概10分钟左右路程的地方，我们来到这边呢是真爱码头。那我想如果有来过音乐季或常来高雄旅游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边除了真爱码头之外呢，还有博尔高柳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像酒吧等等的娱乐场所。那其实这边离刚我们所介绍的立德棒球场也不过就10几分钟路程，一样都是沿着这个爱河边。试想如果今天我们把一部分的这些娱乐设施移到立德球场附近，那会是什么景象呢？就交由球迷朋友自己去想象咯。好，那我们现在来到就是这个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啦。那跟这个立德球场一样，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它同样是建在爱河边，
不过呢，它跟立德球场是隔着爱河的两侧。那历史博物馆它早期的名称是高雄市役所或者高雄市政府。总之呢，以这个博物馆为中心，或者说以市役所为中心呢，这一块我的右手边这一块就是高雄市的盐埕区，也是当时日治时期最重要的行政中心，最繁荣的地方。那即使后来呢，高雄市的这个政经中心逐渐往我的左手边也就是现在的高雄市比较更东区一点的位置移动，那这一区其实仍然是非常繁荣的地方。那跟立德球场其实是在爱河两侧相辉映的。看完球场周边的观光景点，最后我们想谈的是近郊球场以及城市球场的议题。我们过去曾经介绍过圆山球场、嘉义球场以及台中球场，他们和立德球场一样，都是相对靠市中心的球场。但目前除了嘉义之外，他们距离职棒一军大概都还有不短的一段距离哦。在地狭人稠的台湾，为了能容纳更多的人数，创造更多的商机，目前职棒所使用的几座球场，如新庄、桃园、洲际、澄清湖等，基本上离市中心都有一段距离。除了澄清湖外，周边也几乎都有许多购物商场进驻。抵达球场，除了能看球之外，还有许多娱乐活动可以进行。近郊球场虽然腹地大、可塑性高，却可能有着交通易达性不足的问题。另外，近郊球场往往是新开发的地区与原有市区的关联性通常不高，球场整体更像是外插的、刻意为之的商业区。匹兹堡海盗队的 PNC Park 可能会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同样位于市区，同样是建于河边。2020年，球场聘请曾负责经营 Camden Yard 改建工程的规划师 Janet Marine Smith 来协助改造。Smith 呢改造了球场附近的河边小道，为球场周边加上了酒吧、海盗传奇的雕塑等等，将坐落河边的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PNC Park 距离市中心可徒步抵达，这与立德球场几乎一致。甚至沿着爱河下游走，就在离球场不远的地方，我们也能看到酒吧、游船码头等让人放松的场所。虽然目前这些娱乐设施和球场是互相独立的，但未来如果有机会将两者结合，对球迷和游客来说，或许都是新奇的体验哦。关于立德球场重建的议题，近年来始终是争论不休的。现阶段虽然有不少民间人士或团体提出方案，但截至目前为止，立德仍然只能够维持现状。市区球场并非台湾的当代趋势，在资源有限、效益不明的态势下，我们可能暂时还无法看到立德回归职棒的一天。但在拥抱新球场、新商场的同时，或许我们也可以思考棒球和我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在美国，球场承载的可能是球队文化、历史以及与在地社区的结合。台湾近年常见的则更像是主题乐园，两种模式都有它的优缺点。我们并不认为立德应该或者可以在短时间内重新回到一军的行列。然而，立德球场的存在对于台湾棒坛仍然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比起将它单纯定位一个业余球场，如果能够妥善利用立德的地理优势与文化底蕴，或许对台湾棒球的传承会有更大的注意。你对立德有什么样的记忆点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如果喜欢这样的影片，也别忘了帮我们点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喽。那野球革命，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